里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就算失去所有，好空灵的歌声，这样的嗓音是真实存在的吗？为什么他一开口我就想哭啊？害怕。苏小姐，你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现在住院还能维持1年的寿命，如果不治疗，恐怕就只剩1个月的时间了。只有1个月了吗，医生？医生，我不住院了。原创歌手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是我的梦想，我一定要参加。生命已到尽头，我最后想做的事，就是让世界听到我的声音。天空透露着微光，照亮虚无迷惘，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停！姐姐，这可是原创歌曲大赛，你怎么能抄我的歌呢？人家抄袭那才是抄的呀！抄袭要是抄别人歌曲，抄袭歌算什么？抄袭？我没有啊。没抄，你的曲和小曼的一模一样，你还敢狡辩？怎么会这样？哥哥，这首歌明明是我自己写的。你骗谁呢？这么优秀的歌曲，你一个从孤儿院出来的混混，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妈妈，我是冤枉的呀！苏韵怎么抄袭她妹妹的作品？太不要脸了！其实我早就观察过苏韵，她压根儿就不会演唱，怎么可能会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啊？姐姐，你流落在外18年才回到家，我们全家都在尽力的去弥补你。你要是喜欢我的歌，我可以直接送给你啊，但你不能在原创大赛上直接抄袭的呀。我明明没有抄呀！住口！丢人现眼的玩意儿，还敢狡辩！抄袭狗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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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下去！救我！苏韵，你就安心的去死吧。这聚光灯下的一切，还有苏家的资产和资源，我都会替你好好享受的。怎么回事？不是死了吗？你已绑定唱歌续命系统，在比赛中创作和演唱歌曲，可获得延长寿命奖励。我重生了！只要创作和演唱歌曲，我就能续命。苍天有眼，让我重来一世，还有了唱歌续命的机会。这一次，我一定要活下去。苏韵，你也要参加比赛？你学过创作吗？赶快回去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你给我滚下去！这就是我的父亲。上辈子我没有死于绝症，却死在血亲的手下。
这辈子我绝不能让他们阻碍我比赛。放开我！苏月，你给我老实点，赶紧听爸的话，退赛滚蛋回家。今天这种大赛，只适合像小曼这种从小学习音乐、精通各种乐器的天才，哪是你这种酒吧小混混能来的地方？我不是混混，早在酒吧驻唱的时候，我就小有名气。要不是回了苏家，我已经出道了。什么？出道？姐姐，你快别说了，爸和哥对你严厉也是为你好呀，你就别再撒谎惹他们生气了。我撒谎？苏月，你疯了！小曼她可是你妹妹，你怎么能对她动手呢？苏曼，你少在这装模作样，这么碍眼的话，不去马戏团，可惜了。好啊，苏玉，我和你妈还在这儿呢，你就敢这么欺负小曼，可见你平常有多么猖狂霸道啊！你现在立刻给小曼道歉，然后退赛，滚蛋回家。休想！苏玉，你最好听你哥的，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不认我？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比赛我参加定了，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们苏家断绝关系，再无瓜葛。断绝关系？苏月，你最好给我说到做到，等一会儿淘汰后可别跪着求我们让你回家。咱们走着瞧。原创歌手大赛现在开始，有请第一组选手苏韵、苏曼入座。主持人，我已经准备好了。就苏月这种废物，还妄想成为歌星，简直异想天开！我就等着看他在舞台上是怎么丢人现眼的。哥哥，我觉得今天姐姐很奇怪，虽然姐姐平时不喜欢我，但对爸妈还是挺尊重的，怎么感觉今天浑身带刺一样，连断绝关系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依我看，苏韵她就是嫉妒的发狂了。她为了抢风头，竟然都敢说自己要出道。哼，这种人有什么话不敢说？小曼，别理他，你就好好的安心比赛。我们都相信，这届大赛的冠军非你莫属。我先上台了。去吧。各位观众，本届原创音乐大赛开创了限时创作、即时演唱的全新模式，对选手的能力要求极高。现在请选手开始创作。来，请。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这首歌就叫《最初的梦想》吧。我想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能与我共鸣。恭喜你完成原创歌曲《最初的梦想》，奖励续命10年。上辈子我抢先完成创作进行演唱，可曲目却被苏曼偷走，还被他反咬一口诬陷是我抄袭。这一世我让他先唱，看他还怎么唱我。各位导师，我这首歌曲名字叫《最初的梦想》，是一首以梦想为主题的歌。我相信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能可以有所共鸣。有请选手苏曼带来她的原创歌曲《最初的梦想》。怎么会这样？这首《最初的梦想》
明明是我刚刚才完成的歌曲，苏妈为什么能同步抄走呢？任务失败，续命奖励取消。师姐，我的病情加重，宿主请注意，如未能在比赛中完成任务，您将彻底消亡。我一定要活下去。如果叫我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最初的梦想，小曼为了这个梦想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小曼实在是太优秀了，如果苏韵的逆女要是能学到小曼半分，我们也不用整天生气了。多么真挚而又生动的词曲啊！苏曼选手的创作天赋简直就是百年难遇啊！这明明是我的作品。谢谢大家。好，这词这曲真是唱到我心里去了。苏韵，就算你有创作天赋又怎么样？你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我的。我的歌被苏曼唱了，如果现在我拿出曲谱，上辈子被污蔑抄袭的事，岂不是又会重演？抄袭狗下台！抄袭狗下台！我绝不能让上辈子的事再次发生。姐姐，我已经完成表演了，让我来看看你写的什么类型。姐姐，怎么把曲子撕了？这首歌我不满意，没有必要公开。可是姐姐，规定的创作时间就要到了，你把谱子撕了，还怎么比赛啊？宿主请注意，比赛时间还剩15分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你将彻底死亡。15分钟，我必须在15分钟内再创作一首歌曲。苏韵选手，如果你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的话，可以主动认输。没错，我以乐坛天后的身份担保，苏曼选手刚才所唱的最初的梦想，就是放在整个华夏乐坛都堪称顶尖。你想超越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我撕碎曲谱是因为有了新的灵感，我有把握超过刚才的创作。什么？这么快？怎么？你慌什么？是因为你偷了我的歌，害怕我创作出更厉害的歌曲压你一头吗？姐姐，我哪会呢？我只是在替你开心而已。我要活。苏曼能抄走我一首歌，但抄不走我的创作能力。我一定能创作出更优质的作品。该死，苏韵竟然能创作出更好的歌。不行，我绝不能被他比下去。这次我不写曲谱，直接在脑海中创作，看苏曼还怎么唱。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这首歌仍然以梦想为主题，就叫我的梦吧。恭喜你完成原创歌曲《我的梦》，奖励续命10年。各位导师，我刚刚又有了新的灵感，创作了一首新歌。苏曼选手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第2首创作。苏曼选手，我很期待你的作品，请开始你的表演。谢谢导师，我这首歌还是以梦想为主题，名字叫《我的梦》。为什么？我根本没有写曲谱，他又是怎么抄走的？任务失败，续命奖励取消。
这怎么可能？难道苏曼能知道我的想法？苏雨，你再怎么挣扎也是没用的。你的作品越是惊艳，我的星光越是璀璨。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这么美词，只有小曼写得出来了。是啊，音乐是小曼的梦，都是她的付出，才造成她此刻的辉煌。小曼可真是咱们全家的骄傲啊！好，太感人了。苏曼一定是在黑暗中挣扎过，才能写得出这么深刻的词。接连2首追梦之作，苏曼她是个天才啊！苏曼，苏曼选手，你的梦想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敢说，只要这2首歌一发布，会立刻冲上畅销榜的榜首。没想到比赛刚刚开始，苏曼选手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比赛。我想其他选手一定很慌张啊。苏曼，我在你的身上不仅看到了夺冠的辉光，更看到了未来天后的影子。谢谢导师。为什么苏曼能偷走我的歌？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重生一世，我还是逃脱不了死亡的结局吗？请注意，比赛时间还剩最后5分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你将彻底消亡。姐姐，你不是说有灵感了吗？怎么你的曲谱还是空白的呀？走开，不要跟我说话。姐姐，我是在帮你，毕竟留给你的时间可是不多了。你少在这装模作样了。苏曼，你做了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什么啊？苏曼好心关心他，这苏韵怎么这种态度啊？这一看就是苏曼表演太过精彩了，她心里难受崩了吧？创作时间还剩下不到5分钟，苏韵选手，你已经来不及创作了，现在可以认输了。导师，比赛时间还没有到，我还没有输。苏韵，苏曼选手刚才2首作品已经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你就算是唱出新歌了，也根本不可能赢。就是，所以你就别赖在舞台上了。人家苏曼都写出2首歌曲了，你1首都没写出来，明摆着就是不会创作，赶紧滚下去。苏韵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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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韵下台。苏韵，我早就说过你会这么丢人现眼，现在立刻给我滚下去，走！不，被赶下台后，我的任务会彻底失败，我不能放弃，我要活下去。你放开我！苏曼，就算你能够抄袭我的想法，我也能够创造出一种你绝对抄不了、偷不走、你唱不了的歌。各位导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作品构思，可以完成演唱。苏韵，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人家苏曼都创作出2首精品佳作了，你还在垂死挣扎什么呀？就是，
反正我的心已经被苏曼彻底征服了，一会儿不管苏韵唱什么，我都不会支持她的。苏韵，让你下台是给你留颜面，你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你非要当众出丑丢我们整个苏家的脸吗？你放心，我不会丢你们苏家的脸，因为我跟你们苏家再无关联。请注意，比赛时间还剩最后4分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你将彻底消亡。各位导师，按照比赛规定，我有权完成自己的作品演绎。既然你执意要自取其辱，那我便浪费3分钟，听听你到底能唱出什么样的作品。苏韵，我提醒你，但凡你演唱超时1秒，我都会立即喊停。苏韵连续创作了2首歌，灵感肯定已经耗尽，现在仓促发挥，歌曲品质绝不可能比得上先前作品。苏韵，你的不放弃只会让你显得更加可笑。接下来我要演唱的歌曲叫做《阿刁》。接下来我要演唱的歌曲叫做《阿刁》。阿刁，这什么奇怪的名字？我不用听就知道，肯定是垃圾。就是，有苏曼的2首追梦之作在前，苏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歌哪能比得上啊？就是啊。嘿，咿呀咿呀咿哟，咿呀咿呀咿哟，咿呀咿呀咿哟，咿呀咿呀咿嘿，咿呀咿呀咿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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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土著一样栖息在山顶上。短短2句歌词，就唱出了一个坚韧的异族少女。哎呀，这苏韵，我好像低估她了。苏韵的歌声竟然这么有故事感，一下子就唱到我心里去了。我们聊着过往，阿刁，明天是否能吃顿饱饭？这苏韵唱的阿刁是谁啊？那么孤独悲凉，又那么神秘美好。阿刁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这首歌非常有深度，不仅唱出了人物的精神意志，更是唱出了一个不被世俗所理解的追梦人。没错，苏韵的歌不比苏曼逊色，甚至苏韵的唱功更加的动人心扉啊。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苏韵的声音竟然这么高亢悦耳，我们之前怎么不知道啊？她真的会创作，会唱歌，她真的是我女儿苏韵。这怎么可能啊？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刁。该死，苏韵不是临场发挥吗？这么短的时间内，她怎么还能创作出这么精品的歌？不行，我绝不能给她翻身的机会。阿刁，爱情是粒悲伤的种子，你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哭。
姐姐，这是我以前的作品，你怎么能抄袭我的歌呢？什么？苏韵这是阿刁，是抄袭苏曼的作品，这是太不要脸了！宿主，你仅成功演唱出半首作品，奖励打折，已为你续命1年。虽然只有1年，但总算是训练成功了。这一次，我绝不能再被取消奖励。苏韵小姐，有句话叫“从义先从德”，请你回答我，这首歌是不是你抄袭？导师，我没有抄袭。姐姐啊，我也不想拆穿你，但抄袭是走不长远的，我也不想看着你误入歧途啊。苏曼，你就写这几句歌词，与我刚才唱的大同小异，你就想靠这个来污蔑我抄袭？你就写这几句歌词，与我刚才唱的大同小异，你就想靠这个来污蔑我抄袭？除了歌词，哥哥也可以为我证明，哥哥是亲眼看着我创作。哥哥，你说是不是？哥哥，小曼是不会造谎的，他既然这么说，那我之前肯定看到过。不错，小曼在创作出这首歌的时候，我是亲眼看着的。苏韵，你这个逆女啊！我刚才还在奇怪，你怎么突然就会创作了？弄了半天，你是偷小曼的作品，真是没想到，我们怎么会生出你这样无耻的女儿？苏韵，连你哥哥都给苏曼作证，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导师，我有依据可以证明，这首歌不可能是苏曼的作品。苏韵，你要怎么证明？导师，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是从小在藏区长大的我，无依无靠，徒手追梦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是可以查到的。而你苏曼，从小在苏家千娇百宠的长大，跟这首歌的内容毫无关联，你又凭什么说这首歌会是你的呢？这个苏韵，以前从来都只会逆来顺受的，现在怎么开始反击了？根据资料来看，苏曼选手从小在贵族学校就读，物质条件充裕，确实跟这首歌的风格相悖。这首歌的歌词的确是跟苏曼不符，难道我们冤枉苏韵了？苏韵，小曼是国际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出什么类型的歌都不奇怪，反倒是你这个没家教的废物，偷了小曼的歌不说，还居然想颠倒是非是吧？苏峰，显而易见的事情摆在你面前，你却眼盲心瞎，说得出这种话。姐姐啊，哥哥只是不愿你一错再错，你怎么能出口骂人呢？苏曼，你少转移话题，请你证明，用我的人生经历写歌，怎么会是你的呢？用我的人生经历写歌，怎么会是你的呢？哥哥不都为我证明过了吗？这首歌就是在你回家之后，我根据你的人生经历为你创作的歌。这首歌本来就是要送给你，但你也不能不问自取，变成你的原创啊。苏曼，你真是厚颜无耻！厚颜无耻的人明明是你。没错，你妹妹好心为你写歌啊，你竟然还恩将仇报，太恶毒了你！爸妈，我早就说家里有小曼这一个女儿就够了，当初就不应该把苏韵给认回来。这就是我渴望了18年的家人，因为从未在意过我，所以真相如何，我是否被冤枉，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宿主请注意，新任务已发布，30分钟内演唱原创作品，奖励原创防抄保护。只要苏曼无法抄袭我，我就不会再被逼入绝境。这个任务我一定得完成。各位导师，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这些苏家人跟我毫无关系，他们当然只会支持苏曼。苏韵，你还有没有良心？爸妈给了你生命，你居然说跟我们苏家毫无关系？你们苏家从小把我给弄丢了，等我成年之后你们才出现，我的成长经历你们都不曾参与过，你们现
现在为什么要道德绑架，让我对你们感恩戴德？你这个逆女，我们都已经把你给认回来了，你还想怎么样？如果你们认回我，只是为了侮辱我、折磨我的话，那我宁可你们从来不曾出现过。各位导师，到底是谁在抄袭？实力才是最好的证明。我申请加赛。怎么会这样？我认为没有加赛的必要。苏曼已经创作出2首竞品歌曲，从结果来看，他已经赢。不，这3首作品全都品质非凡，我一定要弄清楚原创作者是谁。这件事我做主。加赛，那就限时30分钟，谁先创作出品质优异的精品歌曲，谁就是这轮比赛的获胜者。谢谢各位导师，我会证明自己。我只要构思出完整的曲子，就有可能被苏曼抄走。我得想个办法，让他听到也抄不走。苏月，你再怎么挣扎也是没用的，你的所有成果都会被我夺走。各位导师，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开始演唱。什么？我还没开始创作，苏曼这么快就能演唱了？苏曼选手，请开始你的表演。我演唱的歌曲是《一路生花》。一路生花？那明明是我之前的作品。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花，铺在天空，等还有先走它。好优美的音乐啊！苏曼不愧是专业的音乐生。爸妈，小曼唱的太好了，这首歌必爆！小曼这么努力，我这当爸的也不能小气。等到这个比赛一结束，我马上给她筹备这个全国巡回演唱会。咱们苏氏旗下的品牌女装最近不是在找代言人？依我看呀，直接让小曼代言好了。好主意呀！我要把小曼的形象到时候铺满全国的各大商超。我希望是我的愿望一路升华，那时候梦里灯光放射，之前的樱花如实现，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下带着温雅。我希望时光的这明明是我的歌，一路升华，我必须要想办法阻止他。岁月在冲刷，弥留沧桑的喧哗，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苏月，你在干什么？你是多见不得小曼过的，居然打断他的演唱！他抄袭了我的作品，我凭什么不能打断？你胡说八道！小曼怎么可能抄袭你的作品？如果他没有抄袭我的作品，我为什么能够唱出下一句？这首《一路生花》到底是谁的作品？当然是我的作品。姐姐，你难道忘了吗？这首歌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当众演唱过的，哥哥手里还有录像呢。没错，苏月，这回证据确凿，我看你还怎么狡辩！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花，铺在天空，等还有先走它。这就是苏曼的作品。苏韵竟然污蔑苏曼抄袭，
这种人应该全面封杀。对，就是啊，对啊，封杀，谁有就应该封杀。苏韵，我现在命令你，给小曼道歉。所以苏曼，在生日会时是你第一次唱这首歌吗？是。那刚好，我在创作这首歌时也录了哼唱音频，这时间线比你生日会要早得多。我在创作这首歌时也录了哼唱音频，这时间线比你生日会要早得多。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该死，苏韵创作的时候竟然录音了。比赛前我应该拿走她的手机的。啊，苏韵也有证据？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从时间上来看，确实是苏韵更早演唱过这首歌。这么看来，这首歌就是苏韵的作品无疑。苏曼涉嫌抄袭，应该取消比赛资格。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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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我确实是在生日会之前就创作了这首歌。是苏韵，她偷看了我的歌，才能录制哼唱视频的。苏曼，在这种确切的证据面前，你这种解释毫无意义。我倒认为苏曼所说的也不无道理。苏韵，你所提供的时间线并不能代表什么。什么？苏曼，既然这首歌有争议，那就换一首就行了。好的，导师。苏韵，没想到吧？我已经签约了国内最大的唱片公司天音娱乐，他们砸下重金准备捧我，比赛前就买通了天后芳姐为我撑腰。这次我无论如何都会压你一头。前方前辈，你这样处理是不是不太合适？有什么不合适？苏韵的歌涉嫌抄袭，我不也让她唱其他作品了吗？这怎么能一样？我之前遭受是无端的指控，但苏曼这次抄袭，我是拿出确切的证据了呀。苏韵，你是在质疑我？我告诉你，如果要严格处理的话，第一个被取消比赛资格的就该是你。前锋前辈，你别忘了，前方是这档节目的投资方，我们只是受邀嘉宾。难道我们就冷眼旁观，任由真正有才的人被打压不成？但真要闹起来，苏韵更吃亏啊！加赛继续。既然前方打定主意要袒护苏曼，那我接下来演唱的歌曲就让苏曼输个彻底。各位导师，我的作品已经构思完成。苏韵，我对你的下一首歌曲很感兴趣，这次你要唱什么歌？我这首作品刚好与赵坤导师您有关。好，愿闻其详。我记得导师之前在瑞典留过学，我也非常喜欢小语种的音乐，所以接下来这首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瑞典语歌曲。哼，这种小语种歌曲苏曼根本不可能听得懂，我看他这次怎么碰瓷。瑞典歌曲？你既然创作出了瑞典歌曲，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听一听。真是笑死我了！妈，你听到了吗？苏韵这个女人居然说她会创作什么瑞典语歌曲，我呸！
长官对小语种歌曲可是颇有研究。苏韵要是想哗众取宠、蒙混过关，哼，那他可就打错主意了。哼哼，这个苏韵可真是不知轻重嘛。瑞典歌曲，大家听都听不懂，怎么评判好坏？反正我是毫不在意，估计苏韵唱完这首歌就该下台了吧。哼，苏韵，请开始你的表演。啊！我去，这旋律，这节奏也太强悍了吧！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大为震撼。音乐无国界，太激情，太澎湃了吧！这怎么回事？瑞典语连小曼都不会，这苏韵怎么唱的还像模像样的？苏韵这个女儿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废物。这苏韵究竟在唱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怎么办？该死的苏韵，什么时候学的小语种？苏韵的发音太正宗，太流利了吧！不仅词曲俱佳，且唱功无可挑剔。我相信这首歌就算在异国发行，也绝对是顶尖的存在。苏韵，苏韵，苏韵！啊，太棒了！苏韵，苏韵，你真棒！太棒了，太棒了！恭喜你成功演唱原创歌曲《Hold on Me》，即将为你回溯苏曼抄袭真相。苏韵，你到死都不知道，你心中所有关于歌曲的创意，都分毫不差的被我读到呢。这种情况下，你拿什么跟我争？哼！原来苏曼真的能偷听到我的心声，难怪我的歌每次都会被抢走。姐姐，这首歌你又要说我这首歌是抄袭你的，在你开口之前，你先把刚刚这首歌唱出来。我虽然不会唱这首歌，但并不代表你完全没有抄袭我。苏曼，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刚刚说的话有多可笑？你连唱都做不到，又凭什么说这是你的作品？这首歌的词虽然不是我写的，但编曲是我的呀。你明明是偷看了我的编曲，然后加上了自己的词，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作品。偷看编曲，自己做词儿，好你个苏韵！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居然用这种方式偷歌。苏峰，你真是苏曼的好哥哥，他都没着急开口，你就迫不及待地替他做伪证。但这首歌，并不是你信口开河就能帮他抢走的。苏曼，你说这首歌是你写的，那我想请问这首歌融合了几种风格的曲风？好问题，苏曼，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那么我基本可以判定你跟这首歌毫无关系。苏曼，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哼，苏韵根本不知道，她脑海中有关歌曲的想法，我都能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马上就会知道了。又想读我的心声，抄我的答案。
苏韵竟然没思考答案，人的思想是不受控的，我就不信我引不出正确答案来。姐姐，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不是吗？苏曼，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知道答案还不赶紧说出来？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还是听不到心声？姐姐，这么简单的问题，我相信答案我们都很清楚。苏曼，你该不会不知道答案，故意在这儿拖延时间吧？难道我的读心术失灵了？难道我的读心术失灵了？不，这肯定只是个意外。苏曼，请你立即回答，苏韵刚刚演唱的那首歌曲，究竟融合了什么曲风？是摇滚曲风。错，这是北欧民谣摇滚。你连曲风都不知道，还敢说这是你的作品？姐姐，你是故意提前设计好问题了吧？我听过的曲风那么多，自然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不会特别留意出处。你是不是故意想好这个问题，让我设局跳进去呢？没错，人家小曼的音乐素养在国际音乐学院都是顶尖的水平的存在，别以为抓住人家一点细节就可以夺走他所有成果。苏韵，你回家后小曼对你那么好，结果你处处处心积虑的设计陷害她，你怎么那么阴险呢？苏曼，编曲创作者会忘记曲风的出处，你这种说辞顶多骗得过被你洗脑的苏家人，但你绝对骗不过这些专业的音乐评委。没错，苏曼，你的回答错漏百出，这首瑞典歌曲跟你毫无关系。我完全同意赵坤的看法。谢导师为我证明。苏曼，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苏韵，你以为这样就能翻身了吗？你做梦！我背后可是天音娱乐，芳姐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我的。芳姐，天娱乐那边说让您出手。我倒是认为赵坤和吴杰的看法有些偏颇。谁说必须要了解音乐背景才能编曲？前方前辈，怎么可能有音乐人作曲的手段？连最基础的编曲都不知道？我就不会细究那些东西。我前方作曲不拘一格，全凭理。可是这种异国歌曲，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根本就写不出来。要论对异国曲风的了解，苏曼是国际音乐学院的学生，当然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首歌我无法判定是苏韵，不能进行估。前方前辈，您不觉得您这样妄下评判太过草率了吗？草率？赵坤，你是在质疑我的作曲能力，还是在质疑我的判断能力？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最好，苏韵，那你也换一首。这场比赛，评委都能无视证据，颠倒黑白了，我换歌又有什么用？宿主请注意，新任务已颁发，30分钟内演唱原创作品，可获得失而复得机缘奖励。失而复得，我失去的东西很多，有年少情谊，有健康身体，有我的作品，我不能放弃，我要完成任务，把他们夺回来。各位导师，我已经完成了我下一首作品创作。苏韵，请开始你的表演。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首曲目叫做《乌兰巴托的夜》。乌兰巴托的夜，那不是苏韵作曲本上的歌吗？哼，苏韵，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过狂野的风，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穿过狂野的风，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哇，好旷达的歌声，他的歌仿佛把我带到了大草原。那么近，那么近，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苏韵的声音搭配旋律带来的画面感，仿佛让人身临其境，太美妙了。苏韵竟能凭借一首歌，就让人对乌兰巴托心怀向往，精品，绝对是精品。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连云都不知道，不知道。连云都不知道，不知道。姐姐，你怎么又抄袭我的歌啊？苏韵肯定抄袭了，要不然苏曼怎么会知道后面的歌曲走向？苏韵，现在证据确凿，抄袭的事你承不承认？导师，我不认。苏韵，你别再狡辩了，现在立刻给苏曼道歉，然后滚下舞台。是苏曼撒谎抄袭，要下舞台的人应该是他才对，还在嘴硬，真是死性不改。苏韵，你知道吗？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生下你这个孽种。姐姐，妈妈和哥哥管教你也是为了你好，知错能改，苏家还是会接纳你的。苏曼，你就想用这三言两语拿走我的作品吗？苏韵，你不承认自己抄袭，那你要如何解释苏曼能接唱这首歌？导师，乌兰巴托这个作品早在3年前我已经完成了创作构思，只是在今天完成了整曲的创作。而且苏曼抄袭，他并不知道我早在乌兰巴托已经唱过这首歌的主歌部分。什么？苏韵以前竟然唱过这首歌？苏韵，你说你3年前最先演唱过主歌部分，那应该有音频资料吧？是的，不过我暂时无法提供，因为当初回苏家时，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给扔了。真是既然没有证据，我们怎么知道你所说的不是信口胡诌？姐姐，你怎么为了逃避罪责而胡编乱造呢？老师，虽然我现在拿不出证据，但当初跟我一起演唱的还有我以前乐队的队友，我可以联系我的前队友为我作证。糟了，我怎么忘了苏韵还组过乐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已经走投无路，要想证明自己，只能联系他。什么乐队前队友啊？啊，我还能不知道你吗？苏韵，就你说的那些，那不就是一帮酒吧混子吗？他不是混混，我的前队友是顾彻。顾彻，是我知道的那个顾彻吗？天哪！苏韵竟然说她认识顾彻。顾彻？什么顾彻？谁知道你从哪儿找的骗子？顾彻，你说的是那个人气断层领先、乐坛新晋顶流顾彻？没错，顾彻就是我的前队友。顾彻很有名吗？我知道顾彻，近2年娱乐圈里边很火的一个歌星。这怎么可能？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顾彻以前有什么队友。行了，苏韵，你就别骗人了，你就是一个孤儿院长大的混混，你怎么可能会认识像顾彻那样的人物呢？苏韵，既然你说你认识顾彻，那你现在就联系他，让他为你作证，应该没问题吧？是的。
苏韵这个贱人，她认识顾彻的事儿，之前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如果苏韵有顾彻当证人，那我可怎么办？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打不通。这个号码不会是苏韵瞎编的吧？假的吧？还真有可能。说认识顾彻。如果苏韵真认识顾彻，那他来参加什么比赛啊？哼，当年我为了回苏家，跟乐队队友们断了联系，难道顾彻现在还在生我的气？看来连上天都在帮着我苏骂。也是，顾彻现在这么红，怎么可能搭理苏韵？姐姐，你就别再撒谎了，你根本就不认识顾彻，他怎么可能接通这部电话呢？不是这样的，顾彻真的是我的前队友，他刚刚肯定是有事情在忙，没听见电话。哪有这么巧？我之后一定会联系上他的。装，事到如今了还在装，苏韵，你说你能要点脸吗？苏韵，你现在说谎真是越来越离谱了。顾哥，你的手机，刚才有一通电话打进，估计是诈骗电话。小韵，3年了，她终于舍得联系我了。我再联系他一次，只要顾彻接电话，他一定会为我证明的。姐姐，你别再骗人了。苏曼，你到底是在心虚什么？如果不是怕我联系到顾彻，你为什么要摔我手机？我哪有啊，姐姐，我只是在劝你迷途知返。只要你知错能改，苏家还是会接纳你的。苏韵，既然你联系不上证人，那乌兰巴托的夜就不算什么。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以小韵的性格，她主动联系我，一定是遇到什么大事了。快派人去查苏韵，我要知道她现在什么情况。是。我不能放弃。既然顾彻联系不上，那我就想个别的办法，证明自己的实力。有了，有了！各位导师，我建议接下来的比赛由你们挑选题材，命题创作。命题创作，这个主意不错。确实，现场命题创作最能考验选手实力，也能避免抄袭的风波。我已经想到命题，用天气和心情作为主题来创作一首歌曲。前方导师应该也没有意见。比赛开始。苏韵，你以为这样就能赢了我吗？不，你的创意都会被我抢先写出来。原创歌手大赛，好，帮我盯着现场。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什么情况？顾哥，苏韵现在正在参加原创歌手大赛，但她妹妹买通了前方，现在一直控告她抄袭。苏韵抄袭？这怎么可能啊？顾哥，这个苏韵跟你关系很好吗？她是我最看重的人。啊？顾哥，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推掉后面行程，带我去比赛现场。原创保护运行中。苏韵，让我来听听你又有了什么创意。苏曼，这次你没办法再靠读心抄袭了，暴露你真面目的时候到了。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到？我的读心术真的失灵了？不行，这场比赛不能再继续了。各位导师，
比赛进行到现在，我和姐姐灵感已经消耗殆尽，我建议终止比赛，随后再进行加赛。我觉得有道理，那今天的比赛就到此为止吧。等一下，我已经根据命题完成了创作。什么？这么短时间内，苏韵是怎么完成创作的？苏韵选手，既然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创作，请开始你的表演。接下来我要演唱的歌曲叫做《淋雨一直走》。淋雨一直走，这名字也太普通了吧？估计我这次不用出手，苏韵自会出手。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波进眼里看不清。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波进眼里看不清。这技术狂飙，溅我一身。第一句旋律就这么抓，我肯定，这绝对是一首精品。这次是命题创作，苏韵现场写出的歌，难道说苏韵才是真正那个有才华的人？这不是笔记，是所谓知己。这种水准的歌是苏韵创作出来的？看来苏韵也不算是那么一无是处，还算有些价值。要是以后他听话，倒是可以考虑培养一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到死就会顺从。苏韵是什么办法？为什么能去创作出这么多好歌？淋雨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落火。都应该有梦，就别怕痛。为什么偏偏这种时候都已经说不管用了？有前面盘旋的秃鹰，有背后撑伞的耳语。我果然没有看走眼，真正的乐坛紫微星，天籁少女就是苏韵。这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让我脸受伤，别有心。这不是笔记，你的欺人术语，你的天赋也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喜偶。你能休想摆脱我，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停。谁的命令？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太完美了！用淋雨映射出困境，强调梦想和直面挫折的勇气。苏韵，你是天才！这首歌不仅完全契合命题，且节奏、旋律都动人心扉，我认为无可挑剔。谢谢两位导师的认可，恭喜你成功演唱原创歌曲《淋雨一直走》，失而复得机缘将在5分钟后掉落。失而复得，会是什么失而复得呢？健康的身体，还是不该被偷走的歌？等一下，苏韵这首歌还是抄袭的。顾彻，原创歌手大赛在哪里举办？在1号演播厅。带路。苏曼，胡言乱语也该有个限度。如果这首歌是抄的，那你怎么不唱出来？你这首歌抄的不是我的，而是知名音乐创作人沈白前辈的。我，苏曼，沈白是所有人敬重的乐坛前辈，你确定这首歌是沈白老师的吗？实不相瞒，比赛开始之前，我就拜沈白前辈为师了。这首歌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本来想比赛结束之后就发行，没想到却正好契合命题，被苏韵提前唱出来了。苏曼，你在说什么鬼话？沈白是天音娱乐的股东，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这次必须得帮我作证。好啊，苏韵，你连小曼即将发行的歌都敢唱，你还是不是人呢？
我没有偷他的歌，是他在血口喷人。小曼怎么可能骗人？苏韵，你还没有出道，就敢对前辈的作品下手，人品如此低劣，我看苏家绝对不能留你。你们不用留我，我和你们苏家也没有任何牵扯。但他说我抄袭沈白老师的歌，我不认。等等，苏曼，你说这首歌是沈白老师的作品，请拿证据出来。其实沈白前辈就在现场，事实如何，请沈白前辈来到现场之后自会见分晓。那就让我们有请沈白老师出场吧。什么前辈？我们天音娱乐在苏曼身上砸了1000万营销费，等他顺利出道，苏家还会出资3000万助他飞升，之后收益我们5-5分。但如果他现在塌房，一切可都没了。我知道了，这个苏韵今天必须按下去。沈白老师，刚刚那首《淋雨一直走》是您的歌曲吗？没错，那是我的作品。没想到这首歌会被苏韵这个小辈抄走。沈白老师，您作为乐坛前辈，怎么能助纣为虐，帮着苏曼来污蔑我？住口！你这个逆女，亏我刚才一直还想栽培你，没想到你除了会弄虚作假，你什么都不会。沈白老师，您说这是您的歌，请您拿出证据。沈白老师，您说这是您的歌，请您拿出证据。证据之后会提交节目组，但你苏韵现在就得停赛。等你退赛之后，什么证据不证据，天音娱乐都能运作。沈白老师都亲自出面了，看来苏韵是个抄袭惯犯啊！哼，我刚刚竟然被苏韵给唬住了，这个苏韵真是恶心。不，你不可能有证据，分明是你跟苏曼沆瀣一气，故意来污蔑我。苏韵，沈白老师可是乐坛著名创作人，创作过的金曲不胜枚举，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污蔑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这个苏韵手段卑劣，人品败坏，你们谁要支持他，那就是跟我沈白作对。各位导师，我不服，这首歌分明是我现场创作，他们不可能拿得出证据。苏韵，你不服也没用，沈白可是重量级前辈，业界不会有人为了你去得罪他的。苏韵，很遗憾，沈白老师的指控，我们必须慎重对待。赵坤老师，苏韵，沈白老师都发话了，你怎么还有脸待在舞台上？赶紧给我滚下去！苏韵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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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韵下苏韵，我沈白现在就可以宣布，这华语乐坛容不下你。为什么？为什么？我重活一世，努力这么久，最终还要落得个无名缠身的下场。沈白，你好大的口气啊！
沈白，你好大的口气啊！真以为你一个人就能代表整个华语乐坛了吗？失而复得，机缘奖励已发放。天哪，顾彻，这可是乐坛新晋歌王，人气爆棚的顶流顾彻啊！顾彻怎么会来原创歌手比赛现场啊？之前完全没有说他要来啊！顾彻，他的出场费可是高达500万1小时，他怎么会空降比赛现场？看来我们分道扬镳后，你过得不是很好，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娱乐圈的顶流歌王顾彻，看来真的跟苏韵认识啊？这怎么可能？苏韵不是在孤儿院长大吗？他怎么会认识这种人物？阿彻，你怎么来了？没想到系统失而复得机缘，竟然促使顾彻来到了现场。我还以为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再见我。我再不来，你被沈白这老家伙泼上的脏水，不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吧？顾彻，你什么意思？顾彻，你来这里是为了支持苏韵吗？当然，我今天到这儿，将以我个人名誉担保，苏韵才华出众，绝不可能，也绝不会抄袭。你的意思是，我沈白污蔑他？显而易见。哇，这可是顾彻啊！他竟然为了苏韵跟沈白正面打擂台。可是苏家人不是说苏韵根本没学过音乐，怎可能会创作吗？但顾彻这种地位，更不可能说谎啊！这怎么回事？以顾彻的地位，我们苏家都很难接触到，苏韵是怎么搭上他的？该死，顾彻之前不是没有接苏韵电话吗？现在怎么忽然到了现场？顾彻，你凭什么说苏韵不可能会抄袭？就凭我顾彻3年前出道时，我的成名曲《裹着心的光》就是苏韵和我一起创作的，她的才华我最清楚。顾彻，你的那首《裹着心的光》是这几年最火爆的歌曲，作曲人署名中除了你之外，只有一个叫小云的神秘创作者。我记得这个小云，当初业内所有人疯狂在打听他的消息，却全都石沉大海。你的意思，你想说苏韵就是小云？没错，我就是那个从未露面过的创作者小云。小云就是苏韵。我记得苏韵之前说，她回家前已经小有名气，原本就快要出道了。难道她没有撒谎，说的都是真的？这不可能！苏韵一直在抄小曼的作品，她怎么可能会创作呢？可是顾彻为什么要帮助苏韵一起说谎？妈，反正小曼是不可能说谎的。谁知道苏韵搭上顾彻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再说，苏韵这种酒吧混子，不就很擅长那种趋炎附势的吗？说得对，小曼从小乖巧懂事，是不可能去污蔑苏韵。苏韵这逆女，行事手段真是龌龊。顾彻，你的乐队成员之前曾亲口说过，小云已经不在了，可你现在忽然又说小云就是苏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韵，就由你来回答吧。说小云不在了，是因为当初我不顾乐队队员的劝阻，执意要离开乐队，并且跟他们说，就当原来那个小云已经死了吧。这说不通呀！顾彻的乐队在全国属于顶尖水平，就这么决绝的退出了？还不是因为他那些18年未曾谋面的家人，一相认就不分青红皂白，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允许他跟我们往来。怎么可能啊！我们苏家的人连你和苏韵怎么认识的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怎么可能阻止你们来往？没错，3年前我们已经找人调查过，苏韵以前认识的人
都是一些不三不四、乱七八糟的酒吧混混。我们作为他的父母，不让他跟那些狐朋狗友交往，这也是对他好。我说顾彻，苏韵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出面为他洗白？你们的口中所说的不三不四、乱七八糟的狐朋狗友，我顾彻就是其中之一。啊？这怎么可能？这苏韵3年前回苏家，而3年前正是顾彻出道的年份。如果苏韵回家是在顾彻出道前一晚，那时间上完全对得上。对呀，那时候顾彻还不是大明星，只是个民间乐队主唱。可能真是苏家人有眼无珠，把人家当成小混混了。我顾彻出道3年，成名前在哪里驻唱过，全都是有合约流水记录的。我们光明正大的表演，靠着一首首原创歌曲，慢慢打出名声。怎么这些光明正大的事，在你们苏家人嘴里就那么不堪啊？这不对，调查机构给我们的证明资料明明写的是他苏韵日常交往的人都是那些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那你们苏家人好好想一想，那些报告到底谁给你们的？对方为什么要骗你们呢？糟了，我当初买通调查机构，让他们伪造苏韵情况的事，绝不能被发现。这场比赛之后，我得赶紧找他们封口。我说顾彻，就算你说再多，苏韵抄袭沈白老师，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苏韵抄袭，你们对苏韵的才华根本一无所知。阿彻，我当初一定要离开乐队。你不是说，只要我走了，我们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你不会再理我了吗？现在为什么会回头帮我？我拿多年情谊威胁你，不过是看出苏家根本不在意你，想尝试把你拉出狼窟而已。但后来我明白了，你自有渴望亲情。那时候，苏家人就算要你的命，你恐怕也会答应他们。是我错了，不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应该去强求。过去的事不说了，我今天过来，就是容不下那些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肮脏手段。既然你们都质疑苏韵的实力，那我就和苏韵一起合唱一首我们原本要发行的曲目，来证明她的实力。请注意，新任务已颁发，完成原创歌曲合唱任务，可获得真相揭露奖励。真相揭露，不知道是我没有抄袭的真相，还是苏曼一直在抄袭我的真相，还是苏家人一直冤枉我的真相。开始吧。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天哪，顾彻唱歌了，太动听了，我赚大发了！我不会放手，每一刻
刻，孤独的承受，只因我曾许下承诺。不愧是顾彻，不愧是歌王。你我之间守苏韵的声音加入后，变得动人心魄了。开口贵啊！这首歌如果提前发布的话，那一定会成为大爆曲啊！苏醒。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会真爱的相约。苏韵的歌声美到极致，他们两个的合唱相得益彰。紧握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哇！太棒了！顾彻，苏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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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彻，苏韵。恭喜你完成原创歌曲合唱任务，真相揭露奖励即将颁发。顾彻，苏韵，顾彻，苏韵。记住，这首神话是苏韵个人原创的曲目，歌曲的作词和作曲，整个过程的文档记录，我都保留着。现在，我看还有谁敢质疑他是抄袭的？这份文件时间命名十分清晰，《神话》这首歌的确是苏韵3年前创作的，无疑。怎么办？这次我不能再说苏韵抄袭了。难道我要输给苏韵？不，如果我输了，天音娱乐一定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输。快，你快去让前锋前辈发话，就说顾彻以歌王身份帮助苏韵，这不公平，不能算成绩。知道了。前方前辈，苏曼说，我之前只是答应过天音娱乐，在必要的时候帮苏曼打压苏韵，现在他两嘴一张，就想要我得罪顾彻。告诉苏曼休想！苏妈，后面的事，前方不会再管了。他不管了，那我怎么办？不，我不会就这么输掉的。爸妈和哥哥我会帮我的，还有沈白。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也会帮我的。再加上我的读心术，这一局我未必会输。真相揭露，奖励发放中。顾彻，你演唱之前说这首歌本来是你们的出道作品，那你的意思是，3年前本来你是要和苏韵一起出道的？没错，这原本就是我们两个发行的意思。也就是说，苏韵3年前被苏家丢弃，好不容易有了家，还被苏家断送了前途。还真是这样，苏家一直在帮苏曼说话，他们好像确实不在意苏韵啊。苏凤，从现在情况来看，你们对苏曼和苏韵时有明显的态度差异。我现在很有理由怀疑你帮苏曼作证时所说情况是否属实。反正我只相信小曼。苏韵回家3年都表现得平平无奇，怎么可能只有一夕之间就成了什么创作才女？再说了，谁知道顾彻拿出的证据是否属实啊？都已经有证据证明，苏韵在回家之前本来就是有创作天赋，可你却对此视而不见。哼，由此可见，你的证词并不公允。
如果连这种证词都采信的话，这个节目的规则基本可以作废了。不过现在更应该解释抄袭的是他，沈白。沈白已经为我作证，现在就算想反悔也来不及。苏韵抄袭这件事，他必须咬死不松口。我该说的话前面都说过了。是吗，沈白老师？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们要为自己说的每句话负责任。若你坚持说苏韵抄袭，我下了这个舞台立刻起诉。到时候我看你拿不拿得出证据。顾彻，要不这件事我们私下聊。这有什么可私聊的？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坚持说苏韵抄袭，咱们法院见；二，承认自己和苏曼沆瀣一气，当众给苏韵道歉。我们怎么可能诬陷苏韵？沈白老师当然有证据啊，你说对不对啊？沈白老师，证据又不是不能伪造，只要现在咬死不松口，到时候搅浑一滩水，观众相信谁可不一定。沈白前辈，你确定要和苏曼同流合污吗？一个谎言往往要无数个谎言来圆，与其一败涂地，不如及时止损。沈白老师，够了，苏曼，住口！要不是你威逼利诱，我怎么会拿我的名誉去替你撑腰？现在事情败露，我这一生的名誉啊，都要毁于一旦了。你还诱惑我一错再错。沈白老师，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明白。沈白老师，你的意思是，你帮助苏曼指控苏韵抄袭的事情并不属实？不错，林雨一直走这首歌是苏韵自己的原创，并没有抄袭我，我只是受小人的迷惑，一念之差，这才做了伪证啊！一念之差，沈白前辈，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这一念之差促成的以势压人，容易毁了一个人的一生。是，这件事儿我大错特错，现在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以后我会引以为戒，尊重每一位创作者的心血。沈白承认了，苏韵没有抄袭他，他是被苏曼威逼利诱啊！没想到苏曼竟是这种人，从小被苏家娇养到大，已经占尽便宜了，还在欺负苏韵，真不是东西，太恶心了！参赛选手苏曼在比赛过程中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故意污蔑苏韵选手抄袭，按照比赛规定，应该取消比赛资格。两位导师，你们对此有什么异议吗？等一下，小曼心地善良，绝不可能故意污蔑苏韵的。对，这当中肯定是有误会的呀。小曼，你刚刚不是故意的，对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要是天一娱乐的人告诉我是姐姐抄袭的，我也不知道是假的。都这样了，还在狡辩？苏曼，你说你这次不是故意的，那在此之前你说苏韵的《乌兰巴托的夜》是抄袭你的作品时，你是不是有意污蔑呀？苏曼，我提醒你，顾彻是我以前的乐队队友，他手上能拿得出我们以前唱的录像证据。我没有污蔑姐姐，那首歌的确是我的作品。苏韵，虽然小曼诬陷他人冤枉了你，但你抄袭小曼的作品是你有错在先，你现在立马赶快给评委承认错误。没错，苏韵，按你爸说的做，否则我们家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们这么不明事理？原谅？我没有做错事情，我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原谅？再说了，你们觉得现在我还会在意你们对我的态度吗？苏韵，别嘴硬，你不是整天都在追求我们的关注吗？我告诉你，今天要是因为你，小曼失去了比赛资格，你也将会彻底永远失去我们这些亲人。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我害怕什么失去啊？我再说一遍，自始至终都是他苏曼在抄袭我。
不必跟他们废话。既然苏曼不见棺材不掉泪，那我们就让他彻底无话可说。赵坤，打开我给你的文件，第2份档案。好的。根据视频资料显示，早在多年前，苏韵就演唱过《乌兰巴托的夜》主歌部分。苏曼，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没有回苏家，更不认识你。你说我抄袭，不是恶意污蔑是什么？这不是真的，这份证据肯定是 AI 造假的。苏韵，为了栽赃小曼，连伪造证据的事儿你都做得出来，你还有没有人性？伪造证据？你们可真能自欺欺人！我提醒过你们，视频是真是假是可以检验出来的，你们嘴硬也没用。这不可能！小曼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她从小就乖巧善良，这视频一定是假的。没错，大不了我们就检验一下音频，还我妹妹小曼一个清白。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检验这份音频，否则我的谎言就会被彻底拆穿的。我必须把苏韵拉下水。姐姐，我知道我不小心误会了你，让你生了气。可你之前提出加赛的时候，你就无凭无据的冤枉了我，说我现场原创的2首歌是抄的你的吗？啊，没错，他苏韵也污蔑过小曼抄袭，就算取消比赛资格，也得先取消苏韵的。是吗？号称苏曼原创的《一路生花》，拿得出比我更早的时间证据吗？姐姐，我们是一家人啊，为什么要闹得这么难看呢？谁跟你是一家人？苏曼，你这惺惺作态的样子真让人恶心。相信你这愚蠢演技更是有眼无珠。还有你们这帮又蠢又坏的一家人，都离我远一点，不要来沾边。苏韵，你竟敢公众辱骂家人，你还有没有教养啊？怎么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了？如果我说这2句就是没有教养的话，那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责骂我的时候，比我没有教养1000倍、10000倍。苏韵，你简直是一条养不熟的毒蛇！爸妈，你们别说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够难堪的了。我也不想为自己再解释，我只想到此为止。不想解释？我看你是无法狡辩了吧？姐姐，我们再继续闹下去，爸爸妈妈和哥哥真的会伤心的。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愿意停止这场闹剧呢？苏曼，你别在我面前装可怜，我不吃这一套。你污蔑我的事情，我一定会追究到底。爸妈、哥哥，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跟姐姐参加同一场比赛，我不该让姐姐生气，我是这个家多余的存在，我看我还是离开苏家吧。小曼，你说什么呢？你给我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哥心里永远只有你这一个妹妹。小曼，妈妈永远相信你。苏韵，你妹妹都不想追究，你还在穷追不舍，你是不是想彻底把你妹妹毁了？明明是她做错事情，那你们之前罔顾事实指责我的时候，你们怎么就没有想过毁了我呢？你怎么能跟小曼一样？小曼从小就乖巧善良，你把她卷进抄袭风波里，你让她心里怎么想？怎么受得了？原来你们还是会在乎子女感受的呀！
原本我以为你们这么对我，是因为我不够优秀，我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以为让我自己变得更好，你们会改变对我的态度的。现在看来，就是个笑话。苏月，你少在这说这说那的！你现在就告诉大家伙，小曼没有抄袭你的作品，对不对？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不是什么废物，也看到了苏曼抄袭我的证据，可你们却选择视而不见，还是一味的担心苏曼，这也太可笑了！够了！你妹妹从来都没想要害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们苏家人的狠毒程度，真是让我开了眼了。苏韵从小丢失，这难道不是你们的责任吗？她长大回家，你们不仅不想着弥补，还加剧她的苦难，你们还有人性吗？好了，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是我让你们产生隔阂，我是家里面的绊脚石。要是没有我，苏家也不会闹成这样。我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小曼，你怎么能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你是妈妈一手带大的，我不允许你这样看清自己。至于苏韵，我们不要再理她了。怎么回事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装啊！赶紧给我起来！救护车，快叫救护车！你们是苏韵的父母，你们怎么回事？自己的女儿得了绝症，你们怎么到这个时候才露面？怎么到这个时候才露面？什么？绝症？你还这么年轻，怎么会？你胡说什么呢？这丫头身体好得很，怎么可能得绝症？检查结果清清楚楚，你们自己看。我们是正规3甲医院，绝不会弄虚作假。恶性肿瘤，苏韵，她真的得病了？苏韵在我这儿看病已经1年了，你们竟然连她得病都不知道，你们当家长的对她也太不上心了吧？苏韵竟然得病1年了，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是啊，这么大的事，她怎么都不对我们说？她如果跟我们说了，我们就根本就不可能不管她。不，苏韵好像说过，我记得是去年苏韵20岁生日的那天。爸妈，这件礼服是哥哥送我的生日礼物，好看吗？好看，哎，我们家小曼穿什么都好看。这次你哥的眼光还真不错。爸，妈，你来做什么？妈，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我得了绝症。苏韵，今天是小曼的生日，你就算再想找存在感，也没有必要编一个这么晦气的理由吧？哥，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怎么可能会开这种玩笑啊？姐，你平时身体那么好，连感冒都少有，不像我，从小体弱多病，让父母操碎了心。这种吓人的病，要得
也该是我的，怎么会落到你头上？哎，小曼啊，你可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啊！爸妈悉心把你养大，那就是要让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就是啊，小曼，别理这苏韵丫头，她为了博关注，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苏韵，回你房间去，看你烦。那天，苏玉说她得病了那事儿，难道是真的？医生，就算姐姐没有跟我们说清楚，这种情况作为医院难道不应该通知病人家属吗？哎，这一年我可没少联系你们，我都不知道被你们挂断多少次电话。你这小姑娘现在倒还快起我来了。喂，你好。你好，请问是苏韵小姐家属吗？我是她的主治医师。谁呀？没回话就挂电话。哼，还不是你那个废物亲女儿？她现在为了争宠，竟然学会伙同医生装病了。这个不孝女，也不知道是我造了什么孽，摊上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女儿。我以前一直以为她是骗我的。虎毒尚且不食子，苏韵回家时，青春年少年华正好，这才短短3年，就被你们折磨成这副模样。你们这群人跟杀人凶手有什么区别？顾彻，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苏玉是我女儿，我们以前是不知道她得病了，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又不是不管她。我用不着你们管。姐姐，我们都已经知道你生病了，爸妈已经很伤心了，你就不要再说气话，惹他们难过了，好吗？让我一个病人体谅你们健康人的感受。苏曼，你真的以为你这么做很懂事吗？这只会暴露你们一家人是毫无人性、无情无义的败类。苏玉，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别仗着自己生病就可以在这里口无遮拦。小曼只是希望家庭和睦而已，你的思想怎么可以这么恶劣？对，我就是思想恶劣，我看到你们一家子我就心烦。我如果能少看你们几眼，说不定还能多活点时间，行了吗？苏韵，如果你一定是这种态度，那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啊！咱们之间还有什么情面吗？需要我再强调一遍吗？我们之间已经断绝关系，从今往后两不相干。好你个苏韵啊！这3年我就算养个阿猫阿狗，他也知道对我摇尾巴。你这个逆女，我这3年我都白养你了。你养我？这3年来，我吃的喝的都是我自己以前赚的钱。你们什么时候养过我？苏韵，你说什么呢？这么说就不对了。你住在苏家，吃的、喝的、花销的，可都是苏家的。翻脸可就不认人了你。那就劳烦您回去查查账单，看看你们什么时候给过我花销。姐姐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又何必在这锱铢必较？够了！你们还记不记得苏韵现在是病人？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要跟她争执？你们还是人吗？顾彻，我不管你在娱乐圈混得有多厉害，现在我苏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你错了，在这里，你们苏家人才是外人。医生，麻烦你帮我把这几个人赶出去，他们在这儿太妨碍我休息了。几位，请离开病房，给病人休息的空间。行，苏韵，你现在让我们走，
以后就别指望我们回来。你只要自己不后悔就行。放心，我巴不得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不再看见你。哼，我们走。苏小姐，顾先生，有需要随时找我。好，谢谢医生。生病了，都不知道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我又想，我离开了乐队，你们也都有了新的生活，而且发展的都很好，那我何必拿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去跟你们徒增困扰呢？增加困扰？什么叫增加困扰啊？苏韵，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无情无义的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索性已经治不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让你这么难受？那说不定我能找到治好你的医生呢。我的主治医生已经是全国最顶尖的了，我知道，没用的。对不起，明知道苏家不会善待你的，我不该和你赌气，我该早点来找你的。好了，不说这些了。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今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比赛现场？其实这3年，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一直沉寂的。既然接了你的未见来电，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事。那唯一可能性，所以赶来了。你没有想到，比赛现场会是这个样子吧？是啊，我原本以为你一出手必定大杀四方，可没想到，昔日的创作天才被一群野狗敲骨细碎。是我太丢脸了，我连我自己的作品我都没有保护好，我还被苏曼弄得这么难看。这不是你的错，是苏家丧尽天良。我也没想到，这世上居然有如此丧尽天良的人。没事，我已经不在乎他们了，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定会好的，我会帮你找最好的医生，一定会没事的。阿彻，我有点困了。好，那你休息，随时联系我。好。系统，你还在吗？系统，我不是成功续命1年了吗？为什么还会晕倒？宿主放心，晕倒只是为了真相揭露，你的身体没有问题。那以后我还有继续续命的机会吗？只要宿主持续创作，你就有机会不断续命，病症也将自动痊愈。太好了，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宿主，现在是否开启新任务？开启。新任务已发放，创作原创作品苏曼读心术将逆转为被读心。苏曼被读心，那他做的那些坏事都会彻底暴露了。这个任务我一定要完成。虽然我现在还处于黑暗，但我相信下一个天亮很快就要到来。那就创作一首名为《下一个天亮》的歌曲吧。
恭喜宿主完成原创作品《下一个天亮》，苏曼即将被读心，读取新生人苏风。苏曼，你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苏韵这个逆女，今天真是气死我了。原本我听到她生病，我心里还挺难受的，可是她后来说那些话，真是气死我了。哎，这每个人呐，有每个人的运势。苏韵得了绝症，是她福薄，跟咱家的缘分太浅了。你们啊，也不要太难过了。难受什么？这个苏韵，就算真的死，我也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哥哥，姐姐虽然不喜欢我，但我把她当成家人了。别说了。小曼，你就是太心善。他今天在比赛现场那么过分，还替他说话。小曼，你就是太心善。他今天在比赛现场那么过分，还替他说话。毕竟她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我只是个养女，让姐姐也没什么的。小曼，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你从小就懂事，但在妈妈心里呀，你才是那个最重要的。妈妈只希望你快乐。妈，有你这句话，我已经很幸福了。不，我要做苏家唯一的女儿，这样我才会快乐。什么？你哥，放心吧，最近呢，我会经常去看姐姐，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绝不能让家里人再去看苏韵，以防他们和苏韵之间感情加深。怎么回事？小曼明明没招嘴，我却听到了她的声音。难道我听到的是她的心声？小曼的真实想法其实是不想让我们跟苏韵接触。小曼，哥之前就告诉过你，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哥心里当然只在意你。小曼，你完全可以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你才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妹妹，当然最在意你了。谢谢哥。哼，这个傻子，我说什么他都信，我想要什么他都给，真是太好利用了。这种出手大方的冤大头，我才不要分享给苏韵。什么？哥，怎么了？没什么。小曼对我的感情竟然是利用，这怎么可能？对了，哥哥，今天顾彻为了给姐姐作证，拿出姐姐以前唱歌的视频，我真的不知道那视频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撒谎，姐姐的歌真的是我的原创。以顾彻今时今日的地位，制造一份假视频很简单。小曼，你放心，我们都相信你。是啊，小曼，待会儿呢，哥哥就给节目组打个电话，要求验证顾彻那份证据是否真假。哥，我求你了，不要再追究了好吗？为什么？姐姐现在已经重病，正是脆弱的时候，要是我们还追究比赛的事情，我怕她真的会出事啊。顾彻那份视频证据，我绝不能让他们验证，否则我污蔑苏韵抄袭的事不就瞒不住了。可是小曼，这样也太委屈你了。没事的，妈妈，只要你们相信我，其他人怎么说我不在乎。别人就算骂我，也暂时没办法拿我怎么样。只要哄住这些苏家人，让他们给我砸钱营销，现实这些抄袭传闻，以后总能洗白的。苏曼，哥，怎么了？不，这个证据到底是真是假，我一定要查清楚。哥，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追究了，我和姐姐毕竟是一家人，就算抄袭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件事儿一定一查到底。哥，我很在意姐姐的身体，
你要执意这么做的话，我真的要生气了。这蠢货怎么回事？怎么突然不听话了？你生气？该生气的应该是我才对吧，苏曼？你说苏韵抄袭你的作品，你说实话，你之所以不让我调查证据，是不是你心虚？哥，你怎么会这样看我？你不是说你会相信我吗？难道你是在骗我？烦死了！他今天比赛时不是很听话吗？现在捣什么乱？苏曼，从小到大，我宠着你，惯着你，什么事情都顺着你，我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你拿我当傻子耍！苏风，你发什么疯？小曼，你别伤心，妈替你教训他。妈，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惹哥哥生气了呀？苏风，你妹妹今天参加比赛，被苏韵和顾彻联手设计针对，她今天已经够委屈的了，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伤害她？苏风，还不赶快道歉，哄哄你妹妹。错了，错了，全都错了！我视如珍宝的妹妹苏曼，竟然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那苏韵今天说的话都是真的。爸妈，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如果顾彻的证据是真的，那苏曼是不是就在陷害苏韵啊？苏风，小曼才是从小跟你长大的妹妹，你怎么能不向着她，而向着外人呢？爸妈，小曼是否清白？顾彻那份视频证据一验便知。我知道了，哥，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卑鄙的，会在比赛的时候诬陷你的人。既然这样，那我就不爱哥哥，我就离开苏家。我都这么说了，应该能把苏风骗过去吧？这次如果他来哄我，我一定要狠狠地宰他一笔才能放过他。哎，小曼，苏风，小曼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她什么样的人品，我们是最清楚的，你怎么能不相信她？是啊，他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能不清楚吗？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以至于他说苏韵抄他的作品，都会站在他这一边，责骂苏韵。我就知道，只要我说要离开苏家，苏风绝对会服软。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是，苏韵回来后，只要苏曼哭诉说要离开，全家人都会哄她开心，甚至刻意责骂苏韵，只为让苏曼知道我们仍然在意她。可没想到这一切都是苏曼故意的。哥，你怎么这样看着我？节目组吗？我是苏风，我要求公开证实顾彻提供的视频证据是否为真实。不可以！苏曼，你害怕了？苏韵没有抄袭你的作品，对不对？你是在故意陷害他，对不对？哥，你怎么能这样看我？我只是不想姐姐受到伤害，我不想这件事情去打扰她。苏韵当然没有抄袭，她的天赋强得可怕。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要用尽手段讲讲她的作品，把她彻底踩在泥里。苏韵才是真正的天才创作者，可这3年，我们不仅没有发现，还一直在骂他废物。苏曼，我真是看错你了。苏风，你发什么神经？今天让你生气的是苏韵，你怎么能把火撒在小曼身上？小风，你要是心情不好，回自己房间待着去。原来苏韵回来后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吗？我们是他的家人，可是只要苏曼不开心，所有的攻击都会落在他身上。不，甚至有时候他还会挨打。我得想个办法，让爸妈更心疼我才行。爸妈，我头好疼啊！哎呀，小曼，你怎么突然头疼了？快坐下，快坐，快坐下来，闭上眼睛，好好休息。头痛？这头痛啊，就是被气的。老大，你放心啊，爸爸和妈妈永远是你最强大的后盾。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和爸妈一样，为苏曼头痛而心急，根本看不出来他是肿的。难怪苏韵会对我们失望，原来这么荒谬。苏曼一句头疼，
大家都会担心不已。可苏韵得了绝症，甚至都没有对他关心过半句。宿主，苏风已看清苏曼真面目，是否继续创作歌曲，增加可读取苏曼心声的对象？当然，我要继续创作。虽然我不打算再回苏家，但作恶的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处罚。我还真有些怀念当初和乐队伙伴在一起的日子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我怀念的》吧。恭喜宿主完成原创作品《我怀念的》，苏曼即将被读心，读取新生人赵兰。小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谢谢妈。我的小苏，你真是受委屈了。老苏，你看能不能找人调查一下苏韵和那个顾彻到底是怎么回事？顾彻现在的商业价值非常的惊人，苏韵有顾彻做靠山，将来我们的小曼要是再受委屈了怎么办？妈，真的不用了，姐姐现在生了重病，我相信他们不会再针对我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苏韵现在是没有时间针对你，但是那个顾彻，他连视频证明都能作假，他要是哪天再发疯了，我们不得不防啊。真的不用了，妈妈，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最近去找姐姐的时候会跟她好好聊聊的。好吧，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去查苏韵和顾彻的事。如果查苏韵和顾彻，他们就可能会发现苏韵回家前和顾彻组的乐队就已经小有名气了，拿过不少奖项。3年前我买通调查机构的人做了假资料，让他们说苏韵是酒吧混的，来往的人都是无业游民，这件事绝对不能被发现。苏曼，你妈妈怎么了？我妈这反应难道是……保险起见，我得去找当年的调查机构，砸钱封了他们的口，这样以后有什么事也牵连不到我身上。比赛前为了买通前锋，我就砸了不少存款进去，已经快没钱了，我得想个办法再从家里捞点钱出来。妈，我突然想起来，乐坛的前锋前辈不是最近要过生日吗？他之前说了，明确要提醒我的。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送份大礼啊？送，必须要送，不但要送，还得送重。我也是这样想的。听说前方前辈最近看上了一幅300多万的古画，爸，这会不会有点太贵重了呀？300多万，确实有点贵啊。不过为了我们家小曼的星途，这点钱花了就花了。妈，你，妈，哎，你干什么？小曼要300万，是为了前途铺路，他又不是去干什么歪门邪道的事儿，你打孩子干什么你？妈，别刀草惊蛇。你也听到了？嘘，我也听到了他的心声。我们总得搞清楚，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为了这300万，你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你看把孩子给打的。我忽然觉得不对劲。3年前，我们刚得到苏韵消息的时候，是苏曼找人调查的她的情况。今天比赛，顾彻所说的情况，为什么和机构调查的情况完全不符？赵兰怎么也突然怀疑我了？难道是我刚刚不让他查苏韵和顾彻，这个行为太刻意了？不行，我得换个思路，把问题往顾彻身上引。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顾彻都被包装成了大明星，他过往肯定烟消云散了。至于他跟姐姐过去什么样子，那也只能他们2个自己知道。他所讲话竟然如此结实。苏曼的苏曼，我这是养了条毒蛇呀！
你说说你，啊，赵兰，就因为这点事儿，你看你把孩子给打的，啊，那顾彻有问题，这件事儿还用想吗？我说你们母子俩今天怎么了？啊，一个个的接二连三的内讧啊！爸呀，现在还在施舍的恐怕只有你了。调查机构的事儿始终是个隐患。那300万，我还是得想办法弄到手，去砸钱封口。爸，要不咱们别花那300万了，我可以不当歌星的。只是我唯一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出道的话，会不会影响以后的联姻啊？花，必须花！这个豪门张氏集团的张总，他早就想娶个明星太太，为家族企业做宣传啊。因为你是这个国际顶尖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这个张总啊非常看好你。你放心，爸一定会帮你出道。这个苏曼只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么明显的口是心非，以前的我真是东忙西想才看不出来。谢谢爸。说起来啊，我之所以能考上国际音乐学院，还多亏了苏韵呢。宿主赵兰、苏峰均已看清苏曼真面目，是否继续创作歌曲，增加可读取苏曼心声的对象？当然，现在只剩下苏渊了吧？这次我一定要让他看清苏曼的真面目。这首歌之后，迎接我的将是一片海阔天空。这首歌就叫做《海阔天空》。苏曼，你我的恩怨该画下一个句号了。小曼，爸爸愿意为你花钱啊！你考上这个国际音乐学院，那是多少音乐生的终极梦想啊！国际音乐学院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考的。当初我要不是偷了苏韵的作曲本，还真没办法应付那场考试呢。真是想不明白，苏韵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家伙，怎么那么有天赋，创作出来的曲子首首精品。这小曼，你说你考这个……爸，你也听到了？不要打草惊蛇啊！爸，我考音乐学院时很顺利啊。哦，你考上这个国际音乐学院，那也是我们苏家的荣耀啊！啊，对了，我认识一个广告商啊，他听说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打算找你写2首新歌，答应他1周之内给他，没什么问题吧？2首歌，写歌？我又不是苏韵那个怪物，随随便便就能写出歌来。之前从他那里偷的歌都用的差不多了，哪里还有新歌给他？爸，今天参加完比赛，我的头就开始疼了，估计是灵感破坏的厉害，估计最近都写不了歌了。啊，那你说需要多少时间？这苏韵已经快死了，我以后想偷歌怕是没机会，不如先拖着，大不了之后把责任推给苏韵，就说因为他这次参加比赛受了刺激，再也写不了歌了。爸妈哥哥，你们好奇怪啊。苏曼，我问你，苏韵得病的事儿，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呀。我当然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当初我还担心你们会因为他生病，把所有的功绩放在他身上，没想到你们被我洗脑的这么彻底，连苏韵拿出来的化验单都不相信，我真是太厉害了。你妈！苏韵，我可怜的孩子。怎么这就心疼上苏韵了？是因为她是亲女儿？
所以即使你们认为他是骗子，一无是处，他要是死时，你们还会伤心是吗？这就是我费尽心思跟苏韵参加同一场比赛，要把他钉死在抄袭的耻辱柱上的原因。我不允许他死了你们怀念他，我要让他带着污名离去，我要你们提起他只有厌弃。哎呀，但是为什么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你们现在还会为他流泪？爸，你为什么打我？我为什么打你，你自己不清楚吗？啊！你偷窃了苏韵的作品，考上国际音乐学院，你好多的心啊你！爸，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怎么回事？苏韵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让我来！你这个阴险小人，你只不过是个孤儿，是我们苏家把你拉扯长大，你竟然恩将仇报，买通调查机构来诬陷我们亲生女儿，你这个白眼狼！什么？这件事怎么会暴露？不，我绝不能承认，一旦承认我就完了。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从小到大都是最听话的呀，你是知道的呀，妈妈。闭嘴吧！哼，你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仗着我们全家的信任，欺瞒我们全家，让我的亲妹妹白白受苦3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恶毒的人了。哥，你说的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去做吗？你们是不是听到别人说什么了？苏妈，看看，多委屈的脸啊，多可怜的表情啊！你可真能装哦！如果不是我听到了你的心声，我这辈子都不敢相信我从小带到大的妹妹，居然是这样一个魔鬼！心声，你们没错，你坑害苏韵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听到了，现在还想狡辩什么？怎么会这样？我的心声为什么会被泄露？以前都是我能听到苏韵的心声，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一直偷她的作品。我不能像这件事情。你竟然靠偷听心声来偷苏韵的歌，苏曼呐，你身为养女，你占了我亲生女儿18年的位置，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你不仅偷了她的亲情，还有她的家庭，你现在连她的天赋也要侵占。我不是，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想，你们什么都听不到。苏曼，你这个天生的坏种，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操！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苏家看来是容不下我了，我得找人求求。对，张氏的董事长很欣赏我，我要找他求求。我的手机。想找张董事长求救是吗？做梦！你们不许听我的心声，不许！你这就受不了了，苏曼啊！你用这种方式残害我亲生女儿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手软过呀！我这……爸妈，哥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跟姐姐抢了。我把我的衣服给姐姐，我把我的房间给姐姐，我把我的一切都给姐姐分享，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什么叫你给她？这些原本就应该是苏韵的。苏妈，到现在了，你还妄想着和我妹妹分享一切是吧？觉得你配吗？可是如果没有她，这一切本来就是我的。你到现在还在记恨她？我操！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乱想了，我再也不敢乱想了，我再也不敢。苏妈，
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再相信了。小风，把他给我关起来，哪儿都不许去。知道了，爸。走。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爸。老苏。我们是真的太对不起苏韵了，这可是我的亲人，她竟然那么坚强独立，生长得那么优秀。可是我们和小风却把她当成不务正业的混混，对她动辄打骂，从来都不听她的解释。都已经3年了，我们该怎么弥补她呢？爸妈，我已经把苏曼关进房间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他收买调查机构，考试作品作弊，收买评委，一桩桩一件件，全部给我调查清楚，然后上交有关部门。我要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知道了。对了，爸妈，我刚刚去了苏曼的房间，才想起来一件事。什么事啊？苏韵回家3年，我们还不知道妹妹的房间在哪。爸妈，你们知道她的房间在哪吗？啊，我不知道啊，咱们对小韵真是太忽略了。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知道她住在地下室。什么？地下室？那是我们的亲女儿啊！啊，她怎么能住地下室呢？都怪我太宠爱苏曼了，她稍微一挑唆，我就把苏韵的房间给搬到地下室去了。妈妈，你看，我的书放在地下室的储物间里都发霉了，有时候想看书还要从2楼跑储物间去拿，好不方便啊。这简单，妈妈今天就让人把2楼的房间腾出来一间，专门给你当书房。之前是说过把2楼的房间给我当书房的，可是现在不是安排姐姐住进去了吗？苏韵不是还没来吗？那这样，2楼的房间我还给你做书房，等她来了，我让她去住地下室。谢谢妈。我知道，那地下室只有一个储藏室，一个小房间，那儿又潮湿又不透气，那屋根本不能住人呐。行了，爸妈，我们赶紧去看看吧。你快走！难道是小韵这3年就住在这种地方？老鼠！我竟然不知道地下室还有老鼠，这都3年了啊！这小韵怎么就不说一声啊？爸，其实小韵说过啊，只是当时我们根本不相信，也不相信。我们家小曼可真是太争气了啊！考上国际音乐学院啊！哈哈，哎，我最近走出去啊，那感觉脸上特别有光。可不是嘛！我们家小曼既漂亮又有才华，那以后可是要当大明星的呀。苏韵，你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哥，能给我换一个房间吗？我发现房间里面有老鼠。老鼠？我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在家里看见过老鼠呀。不是我说苏韵啊，咱要撒谎就撒一个靠谱点，我们苏家怎么可能有老鼠？不是，哥，我房间里面它真的有的。你才回来几天呀，就开始挑3拣4的了。我们苏家的房间条件再差，不比你在孤儿院的条件好呀。
妈，不是这样子的。哎，行了，收起你那点小心思，滚回自己房间去。哎呀，3年了啊！我养了一条狼在身边，却对自己亲女儿的困境不闻不问。我枉为人父啊！我这么简陋的屋子，一天到晚连个光线都进不来，恐怕这个环境连孤儿院都不如啊！这床褥还是潮湿的，真不知道这3年小玉是怎么过来的。难怪每次见他的时候，他都是脸色苍白，身形瘦弱。在这种地方住着，他身体怎么能好呀？小云的这次生病，那都是我们害的呀！从孤儿院飞出的天来少女苏韵，你们看，韵儿16岁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已经登上报纸。苏韵，我的亲生女儿，你这么优秀，这张报纸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看到啊？等等，这张报纸小韵拿给我们看过。爸妈，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什么事儿啊？爸，我想说，虽然我不是那么优秀，但我也不是什么废物，我有优点的。我以前还上过报纸呢。爸，你看，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看报纸？你那些破烂我早就说让你扔了，怎么到现在还留着？爸，你不要撕啊，爸！你那些破烂玩意儿，不要让我再看到了！哼！爸，我以前都做了些什么呀？这是苏韵的存折。爸妈，这3年来，你们每个月给小韵多少生活费？为什么存折上面说的是她一直都在不断的支出3年前自己的积蓄呢？孩子们的生活费一向都是你管，你一个月给小韵多少钱啊？自从小曼和小峰成人之后，我直接给了他们银行的副卡，没有再单独给过生活费了。什么？也就是说这3年来，家里没给小韵1分钱啊？原来我对小韵竟然忽视到了这种程度，我算是什么母亲？这3年来，我根本就没有想起来过这件事情。其实有关花销的问题，今天在医院的时候，小韵有提起过，只是当时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好你个苏韵，这3年我就算养个阿猫阿狗，他也知道对我摇尾巴。你这个逆女，白养你3年我。这3年来，我吃的喝的都是我自己以前赚的钱，你们什么时候养过我？苏韵，你说什么呢？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住在苏家，吃的、喝的、花销的，可都是苏家的，分脸就不认人了你了。那就劳烦您回去查查账单，看看你们什么时候给过我钱。姐姐，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在这锱铢必较呢？我当时竟然说我白养他了，我是怎么有脸说的这个话的？我们怎么能这么残忍？这些事实，明明只要来他这房间一趟，就能够全部看到。况且，这3年来，他不断的跟我们解释，哪怕我们认真的听一次，我们也能够知道实情。可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的心就是偏的，对苏曼的偏爱，对苏韵的偏见，我们明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竟然毫不在意。我原本一直以为不能太亲近苏韵，否则苏曼心里会难过。可我从来没有顾及过小韵心里面是不是难过。明明苏曼娇生惯养，可小韵连一件洗衣服都不舍得买，我却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我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那苏韵这3年究竟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在苏家生活的？这是小韵的日记本。她说，没有人知道一个国是多么的渴望亲情。小时候我最羡慕的事，就是每天上学放学时，周围每个同学都有父母接送，他们可以坐在父母车座后，而我却只能徒步奔走。下雨天他们头顶有父母撑起的伞，而我却只能浑身湿透。我和小曼从小到大都是车接车送，从来没有日晒雨淋过。小韵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长大后，大家终于不需要父母接送了，但每次同龄人在抱怨父母唠叨时，我仍会默默的酸楚。我也好想感受一下被父母关心是什么滋味啊！本以为我这辈子注定无法拥有亲情，但没想到就在我18岁这一年，我收获了人生中最大的意外之喜。在苏韵心里，我们是她最大的人生惊喜。可是我们对她挑三拣四，嫌弃她不够优秀。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跟家人们相认。我最苦恼的事就是我的亲生父母非常不太支持我的梦想和事业，不知为什么，他们认为我和乐队队员们都是无业游民。我们乐队明明小有名气，在网上都能搜到的。当时甚至都没有好好跟小韵聊过。顾彻说，正常的父母不会连孩子的面都没见，就武断截断孩子的事业。我们已经快要出道了，如果我按父母说的退出乐团，那我多年努力创作的成果就白费了。顾彻说的没错，我们太不负责任，太自大，太冷漠了。但这是我从小就可盼的家人，为了和他们相认，我什么都愿意做。梦想和事业先往后放一放吧，在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我的亲人们重要。而且我相信，以后我好好跟父母解释的话，他们应该会理解我的想法吧。我一定有机会继续追梦的。我的父母很不满意我，他们看不上我的学历，觉得我不会穿衣打扮，更嫌弃我不擅长社交。是的，我只会写歌唱歌，要不我就用歌曲来表达情感吧。我今天为妈妈写了一首歌，叫《鲁冰花》。鲁冰花居然是苏韵写的，我们一直以为是苏曼写的。我的歌竟然被苏曼唱出来了，我完全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拿走了我的作品。我拼命解释这是我的歌，可没人相信我，我很难过。苏曼刚开始就知道小韵很有创作天赋，自从小韵回到家的那一刻起，苏曼就像一条寄生虫一样，牢牢记在了小韵身上。是我们的错，但凡我们关心小韵一点，她都不会过得这么惨。苏曼考上了国际音乐学院，我很羡慕。我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再次重启呢？我不知道苏曼
为什么能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我渴望父母亲情，他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拥有。我被迫中断梦想，他不用开口，父母全都支持。我一无所有，唯独只能靠创作能力，他也要夺走。小韵，我的女儿，出生回她时，我们对她满怀戒心，担心她穷人乍富，贪恋苏家的财产资源，我们自以为重要的东西，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在意过。小韵为了回家，连出道的机会都可以轻易放弃，她又怎么会在意那些身外之物啊？3年啊，3年了，我们竟然连这一点都没有认识到。他有一颗冰晶般的玻璃心，我们非但没有珍惜，却还将它摔得粉碎。我生病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我真的很想他们，也想让世界再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决定了，我要参加原创歌手大赛。爸妈，我们现在可怎么做才能挽回妹妹的心啊？我愿意付出一切，钱、股权、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我要弥补这些年的过失。我也愿意，从今往后，他就是我最牵挂、最关心的人。老苏，你快给苏韵打电话呀！喂，小韵啊，小韵，对不起，妈妈知道错了。这3年，我们一直在误会你。我不敢奢求你现在原谅我，但我想告诉你，我们以后会尽全力弥补你。小韵，你放心，苏曼的所作所为，我们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的。小韵，对不起，哥哥知道错了。你愿意给哥哥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吗？哥哥真的知道错了，要不你回去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可以啊，小韵。不用了，以前的事情我都不在乎了，往后，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恭喜宿主完成原创作品《追梦赤子心》，续命60年。